欢迎大家来到立生国画小课堂。这一节课呢，咱们画一个大写意的露丝和荷花的作品。那么首先用的纸呢是咱们70×70的生鲜纸。看一下怎么调色。首先毛笔拿出来之后，把咱们的藤黄和咱们的这个花青色，我先调一下。你看，首先先调一下这个过渡色了，是不是？笔根是浅浅的绿颜色，笔尖呢就是一个稍微重一点的颜色了。下来咱们就要看什么啊？咱们在这个笔尖的地方，咱们要给它调一点点，咱们先调一点啊，清水。那么这个是咱们的墨色，对，这个是墨色。我呢，你看笔尖上来一点墨色，咱们洗毛笔的清水，对，这个是咱们洗毛笔的清水啊，只需要咱们清水就可以。你看，想要这个水滴多，咱们撒多一点；想要水滴少，咱们撒少一点。现在我把笔尖再揉一下。那么揉一下之后，你看笔尖前面就是重墨了。今天啊，看过来，咱们怎么去画它？咱们今天从上面，你看最重的地方是咱们反瓣的地方啊。咱们你看，那么用笔的时候，大家也看过来，咱们怎么去用的？哈，那么笔尖上揉一下，你看笔尖上揉一下，那么下来，你看后边大的叶子也是一样啊，大的叶子也是一样。那么继续啊，你看现在我再给它下边再撑一下上去。那么所以说这个画荷花的叶子啊，就是很简单。那么只要方法知道了，咱们怎么去画都可以。这是再撑一下，我让它这个叶子呢再圆润一下。所以说这就是咱们今天啊又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大写意的形式。那么这里你看我再来一笔，让它这种飞白流出来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是不是？那么有的地方啊，咱们觉得你看还可以给它，那笔尖上是重墨，咱们再撑它一下。对，这个就是咱们用笔的时候，看哪里不够，看稍微撑它一下，把咱们的叶子补一下。你看这里我再给它稍微来一个重的叶子。那么反瓣的地方，这是第一步，下来咱们就要再继续看了啊。我呢现在你看毛笔上沾一点清水。对，然后在笔尖的地方，咱们稍微来一个重重的墨色。那么笔尖来一点墨色，你看从哪里走？我从这里啊，你看，把它反瓣的叶子咱们画出来，撑它就可以。你看，好，现在咱们就说第一个叶子就画好了，是不是？那么这一个叶子画好了之后啊，咱们要看一个，还要再继续画一个叶子哈，咱们再继续，你看。这里再给它稍微补一个重的墨色，飞笔的形式啊。现在大家看到第二层出来的时候，咱们笔尖上你看来的颜色是不是？那么现在下边画了一个大的叶子出来了啊。那么现在再继续看过来啊，咱们再继续笔尖上再调一点，这上面的颜色你看就稍微浅一点点了，是不是？那么就稍微发一点点灰灰的绿颜色。对，调完之后，笔尖再来一点墨色，你看笔尖上来一点点墨色，我把它揉一下。那么需要看清水，就是我刚才洗毛笔的清水。对，大家看一下啊，咱们洗毛笔的清水。那么现在咱们上边的叶子，笔尖上来一点点墨汁。你看我上边从哪里走？你看这一笔揉一下，看过来啊，揉一下，笔尖揉它。所以说咱们这个就是给大家讲怎么去用笔了。你看先看到啊，那么现在再继续看过来，我笔尖再来一点墨汁啊，笔尖再来一点点墨汁。如果你觉得笔肚的水不够的话啊，看现在看过来啊，笔肚的地方咱们再沾一下都可以。那么继续让这个荷叶呢它有个变化，你看我再走了啊。所以说这就是咱们今天啊和大家分享的时候，也让大家感受一下，就是说这个通过水珠的变化，咱们画出来的叶子，让它有一个笔墨的变化。那么这里你看，这里画的时候啊，如果咱们觉得不顺手的话，看反过来都可以，看反过来，那么轻轻的撑它。现在咱们笔根是清水了，你看咱们把它撑一下。对，这个就是咱们在它撑一下，看压一下也可以，让上边有一个反瓣下来的叶子，是不是？那么现在大家看到了，咱们前边一个叶子，后边一个叶子，后边一个叶子。
那么这个呢，就是叶子画出来之后啊，咱们现在就要看了。那么我现在啊，先不画它的叶脉，咱们继续看过来，咱们给它先画咱们的花图。那么今天画花图的时候啊，咱们也用大写意的形式。咱们看过来啊，我今天咱们就是用3号笔。线的时候可以看，给里边稍微加一点点咱们的这个烟紫色，稍微加一点。给墨色里边啊，看稍微加一点点咱们的烟紫色。那么加完之后再看过来，咱们笔尖啊，笔尖上调颜色了。然后呢，你看笔尖刮一下，然后笔尖再来一点点的墨色，点它，走。这里就是说点这个荷花花瓣的时候啊，那么大写意的时候，咱们看过来，咱们就不像咱们那个小写意双钩的，或者咱们那个大家这2天比较喜欢的咱们的重彩的，那么咱们这个就是很随意。你看我点它，对，那么里边是咱们那个莲蓬的地方啊，把它留出来，莲蓬的地方留出来。那么现在呢，我再让它，你看。觉得啊这块咱还少，我还可以再加，继续可以加它。那么加的时候再看过来啊，我们就让它，今天可以看，给它再来一个小的这个蕊丝都可以啊，这个麦丝啊，这个花瓣上有一个麦线。你看我今天啊和大家又分享一个不一样的。那么因为咱们的课程啊给大家也分享的比较多，压一下，钉头鼠尾，你看。这个啊，就是下笔的时候啊，你看一定啊，手上要有力道。那么花瓣儿再继续。那么现在呢，咱们把一个荷花画出来了，是不是？莲蓬怎么来晕染？现在看过来，先调一点点咱们的藤黄色。那么笔尖可以加一点点咱们的花青啊，加一点点花青，加一点。那么这一笔就是要调什么了？调咱们这个莲蓬的地方，你看。我压一下，笔尖，你看压一下。那么莲蓬在画的时候啊，那么也让它你看有一个变化，是不是？你上再加一点水，咱们把它莲蓬，你看，让它有一个变化。现在我拿一个干净的毛笔，笔尖先调了一点点曙红色，这个是曙红。那么调完之后看过来啊，咱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就是用大写意的晕染。笔尖来一点点的烟紫色，那么这一笔看过来啊，咱们看只需要把它压一下。那么所以说今天的荷花啊，也让大家也感受一个不同的。那么笔尖你看继续，今天这个啊我没有加太白，一点太白都没加啊。然后笔尖再看过来，每一个花瓣咱们把它点一下。这是曙红色啊，曙红色完了之后是咱们的烟紫色。看笔尖继续，那么后边的花瓣看就稍微让它淡一点，是不是？我就没有调颜色了。大家看到啊，后边咱们叫它稍微淡一点。那么前边的花瓣呢，晕染的时候啊，稍微让它重一点点。看，稍微给它重一点。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咱们的一个荷花就出来了啊。今天咱们的这个莲子呢，咱们先不画它呢啊，稍微等一会儿咱们画莲子。那么下来啊，咱们今天会给大家再分享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小鸟的画法，一个露丝。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露丝看过来怎么去画？你看，先把它眼睛，你看先点出来，咱们把眼睛啊先点出来，点出来之后，那么看一下。露丝的眼睛和小鸟一样啊，2个小的半圆形。那么你每一次啊，毛笔上水太多的话，稍微沾一下，因为咱们今天啊，这个是生鲜。那么现在看露丝的眼睛画的时候啊，不要像小鸟画的那么圆，看过来啊，咱们稍微给它一点点椭圆形。那么再一个就是画什么了？咱们画露丝的嘴巴。那么露丝的嘴巴大家知道和小鸟不一样，它比较长，你看。画的时候，先把它中线咱们画出来啊，画到它眼睛的下边。我画露丝的嘴巴了，它比较尖，比较长。那么还有它的鼻孔的地方，咱们也把它画一下。现在是上边的嘴巴画下来了，咱们要画下边的嘴巴了啊。那么画下边的嘴巴。那么这是头部啊，头部画出来之后，现在再看一下，那么
咱们要画什么了？它露丝的头上有一个很漂亮的羽毛，是不是？咱们看，先用咱们的这个重墨，我点它一下，那么下来你看，给它头部，它头上它有一个漂亮的羽毛过来了，是不是？这个是咱们的小号笔，小号笔把头点完之后啊，咱们就要换毛笔。你看，我给它点什么？重墨这一块啊，这一块呢就是我用小号的笔，你看。先点它的头部，笔尖是重墨。那么这一步的时候啊，也看过来，你点的时候一定注意啊，毛笔空水空墨咱们这个空水空墨，你看这是它的头部，头部我把它用重墨点了，是不是？这里再来一点，这就是咱们头部，你看点完之后，我现在要换毛笔了啊，现在开始换毛笔，咱们拿咱们的这个4号笔就可以，拿4号笔就可以。现在呢，我要调一点点什么颜色了？首先4号笔调一个灰灰的颜色，这个就是墨色加刚才的这个浅绿色，是不是？先调了一个灰灰的颜色。那么这个调，你看，把毛笔上水再刮一下，然后再调一下。调完之后看过来啊，咱们怎么去做？咱们笔尖上看，你看过来啊。今天关键是和大家调色，笔尖上蘸一点点重墨。那么这个墨色从哪里来？从哪里走？看过来，咱们这个要点它露丝的身上了。看，我现在只需要咱们这个笔尖上是咱们刚才点的一点点的重墨，是不是？那么现在咱们再继续看过来啊，这是第一层羽毛画出来了，现在咱们就要画第2层。你看，只用咱们的笔尖看过来啊。所以说，这就是咱们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露丝怎么画。你看它的背部，这是它和小鸟一样的它也有背部。你看，笔尖再点，那么这是它的飞羽咱们你看，就是一笔墨，我再没有调颜色了，是不是？大家看到咱们没有调了。那么现在笔尖来一点点墨汁，画它的身子。你看，这是它的肚子的地方，这一笔下来了。那么今天这个就是给大家说画背部的时候，你看只需要点它，点完之后就要画什么了？大家知道咱们露丝呢有一个长长的尾巴，是不是？现在笔尖上咱们来什么了？重墨。看笔尖上咱们来重墨。那么这个重墨咱们要画到哪里？你看就要画它的这个露丝的长长的尾巴。看，我现在大家看到了，咱们只是笔尖那么你看，那么咱们课程给大家，你看就是一步一步的教大家怎么去画，而不是说给他教一个小小1节课，是不是？那么现在你看，笔尖再走，那么露丝后边长长的尾巴是不是就出来了？那么现在还别走，咱们还没有画完。那么还有继续，你看现在我毛笔上的水是不是越来越少了那么墨色也越来越淡了。那么到这一步的时候咱们再注意看过来，毛笔上不要调水了。那么怎么来看笔尖再蘸一点点重墨，再蘸，我要画露丝的腿了露丝的腿画的时候也看过来看，第一笔，那么在这里看，稍微停一下，对，它有一个结，是不是？然后再下来看，这是露丝的腿。我稍微给它点一点，待会有水的这种感觉。这是前边的一个腿，那么后边的呢？看过来，因为它这个腿的关节刚好让这个尾巴羽毛的地方挡住了。咱们后边看过来，咱们怎么去走它？我只需要看，这一下子下来就可以了。你看，那么所以说现在大家看到咱们露丝怎么去画，会了没？我看今天大家会画露丝了没有？还有不会画的没有？还有没有没看到不会画的？那么现在你看，我把它有的地方稍微给它收拾一下这个就是到这一步的时候，你看轻轻的把它收拾一下看哪里不够的颜色，咱们再把它提一下。你看，那么露丝的造型大家看到了一个很漂亮的露丝就出来了。现在再看过来那么要晕染这个露丝的眼睛了，咱们眼睛也是要晕染的那么笔尖上看水多的话，咱们把它稍微沾一下，一定记得
每一次看水多，咱们把它沾一下，沾完之后看过来，我笔尖啊要来颜色了。笔尖上给它来一点点咱们的这个焦茶色，稍微来一点点啊，稍微来一点。从哪里走？从这个，现在我笔尖来了一点点坐标加咱们的这个鹅黄色。那么现在你看到眼睛是不是一下子有神了？那么现在呢，咱们再调一点点咱们的鹅黄色，调完之后笔尖来一点点咱们的这个坐标色。那么看过来啊，我要画它的嘴了，你看。嘴巴，你看，先从上边扫一下，那么扫完之后，现在你看，再把下边来一点点，对，那么现在呢，我觉得是说这个给他这个眼睛这一块啊，再给他来一个稍微深一点的，哎，鼻孔这一块，你看，给他来一个稍微重一点颜色。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咱们这个露丝，你看，我给他这块啊，他这个有一个长长的。头上有一根长长的毛，那么下来呢，咱们给它有一个带颜色，对，稍微给它辣了一下，那么你看层次感一下子就出来了，是不是？那么今天的莲子我就很简单的给大家分享了啊，这一个莲子，咱们是用一点点藤黄色啊，藤黄色加一点点咱们的太白色，藤黄色里边啊加一点点咱们的。太白色，我现在点莲子了啊，所以说今天的莲子看过来，咱们给大家分享的时候就不像不画那种绿颜色了啊。那么莲蓬咱们把颜色画的比较重一点，现在我们再来一点太白色，这个加水的时候啊，水要少加一点。今天的莲子啊，这个我就是只用这个太白加了一点点藤黄色，我把它点了一下，再来一点点太白色啊，我稍微觉得哪一个地方不够，我们把它再点一下，对，加了一点点。那么今天啊，这个是咱们用一个大写意的形式画的。现在呢，我加一点点咱们的花青色啊，咱们现在用花青色笔根儿把水也沾一下。花青加一点点咱们的这个烟紫色，加一点点烟紫色。那么这个颜色啊，看过来咱们点哪里？点咱们的莲子尖尖，你看压一下，不要用墨色啊，一定记着，不要用墨色，这是我今天专门给大家讲的啊。那么这一步画完之后，我现在用这个颜色画一下咱们的。莲子的圈圈啊，就是也是莲子窝窝的地方，你看，把它稍微扫一下。所以说今天这个课程啊，咱们就没有像咱们小写意双钩莲子给大家画的一层一层的那个颜色。但是呢，你看了咱们的素描结构课以后，就知道它莲子其实就是一个圆球体，是不是？好，现在咱们莲子大家看到画出来了。那么画完之后，咱们就要点蕊丝了啊，点咱们的蕊丝。那么今天点蕊丝的时候，仍然用3号毛笔。那么仍然用咱们的3号毛笔啊，太白色。点太白，点到咱们的这个或者用藤黄也可以，用鹅黄也可以啊，这个都可以，哪一个都可以。那么现在我就要点了，你看。从这里点，你看，点它，那么也是一组一组的点它啊，咱们也是一组一组点。现在呢，笔尖上啊，你看，今天啊，这个蕊丝呢，因为咱们这个花苞呢开的是比较盛开的一种啊，不像咱们这2天和大家分享的秋荷，对，所以说不同的荷花，咱们在画的时候，那么表现的方式也就不一样。现在我笔尖再来一点太白色，有的地方啊，我们尖尖的地方，我把它再稍微提一下。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咱们这个蕊丝是不是就一下子它这个亮了？那么这一步画完之后啊，咱们就要再继续看了。下来再用咱们的什么啊？你看我呢，
用咱们的刚才勾线的1号笔啊，勾线的1号笔看过来，咱们调一个胭脂加花青啊，仍然是不要用墨色，胭脂色加一点点的花青色，点完之后加一点点的墨色，一点点墨色。那么从哪里你看压一下，咱们把蕊丝你看走到它莲蓬根的地方，咱们把它点一下啊。每一个蕊丝啊，它收的地方都要收到哪里？收到咱们莲蓬的这个方向啊。那么现在你看，我用这个墨色，这稍微给它有的地方看勾一下、点一下都可以啊。那么让咱们的蕊丝，你看一下子就出来了。现在我调一调，你看。先用的是花青和咱们的焦茶，那么现在呢，你看把笔尖儿我刮一下，我刮一刮，刮完之后咱们就要用什么了？咱们要用咱们的重墨。你看现在咱们笔锋两边挂墨汁，那么这一步就是什么？就是咱们给大家那个画竹框基础课的竹框里边就有啊。现在看过来，我这一笔从哪里走？我一个一个合杆，咱们去画它。从最关键的合杆一步一步的来画它。那么今天呢，首先看一下咱们这个荷花要下来一个合杆，是不是？荷花，你看正对着它莲蓬的地方，咱们从哪里走出来？你看从这里走出来一个合杆，那么是咱们荷花的一个合杆。那么下来上边还有一个叶子，是不是？上边这个合杆呢，要从哪里走下来？你看我从这里你看。给它有一点点穿插的感觉，再来从这里你看要走下来，那么所以说这就是咱们的生发关系，走合杆的时候一定注意一下。那么这是第一个合杆出来了，现在咱们再继续看一下笔上水不够了，咱们再沾一点，沾一点之后咱们再看过来，笔锋的两边仍然是墨汁。那么我现在就要继续往前面走了让咱们这个荷花呢，这个荷杆更多一点。你看，我从这里再走一个，走下来，你看从这里穿插过来，从这里，你看加了一下。那么现在大家看这有的交线了，咱们待会儿再继续现在再继续前边的，我再给它重一点墨汁，看再重一点。对，那么。这一笔合杆你看我就要从哪里走？今天既然大家分享合杆，我给大家也分享多一点，让大家也看到，其实这个绘画也适合就是说这个合杆的穿插，在咱们画面上也是非常漂亮的。那么现在你看，我给这里再走一个，从后边穿插过来的，让它再收，你看再收过来。那么所以说，大家现在看到咱们这个画面上合杆很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让这里再穿一个，压一下过来，从这里再点下来，那么把咱们这个所有的合杆破一下。你看，现在大家看到了，我画了这么多合杆，那么每一个荷叶它这个生发关系的合杆都有了那么现在合杆都有了，我现在呢把咱们合杆的小刺儿全部点一下点这个小刺的时候，咱们用2号笔，看过来咱们用2号笔，那么一个一个的点它你看，你先画的哪一个合杆，对，咱们就画它。你看点的时候，大家也看过来，咱们是错错落落的点它不要把它点的就是说很均匀，每一个都点的很均匀。你看，我用笔尖压一下，有的地方提一下，有的地方呢，你看。给它这需要你看点一下就可以，这样轻轻的点一下就可以。那么现在咱们再继续，每一个合杆你看都点它，有的小刺儿长，有的小刺儿短。记着点的时候一个合杆一个合杆往下点不要看一个点一个。那么现在在这一个咱们合杆再继续了，你看再点它。这是用2号笔
那么盒杆在哪里？在这里。好，又点了一个，下来咱们再继续啊，一个一个盒杆点它。你看我现在没有蘸墨汁啊，就是刚才的一笔。那么这一笔把所有的这个小刺儿就点完了，所有都点完了。对，那么这样呢，自然出来的它这个就是有变化，是不是？有的这个压一下提一下。那么看过来啊，咱们还有。现在我稍微给它比上墨汁不够的时候，咱们最前面这个我点一下它。好，现在咱们盒杆，你看今天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盒杆，那么盒杆点完之后，看过来，咱们今天啊还有重颜色啊，还有重颜色，要把咱们的这个画面呢再提一下。那么看过来啊。之前买的399课程，现在更新的课程会有吗？小狐狸精，咱们这个课程一直都有，不管你前边买的是399，因为买的早的朋友那肯定福利就大。就像这2天啊，咱们这个课程马上也要到899了，因为上到100幅作品的时候啊，咱们这个课程就会到咱们的完的画，最后还要收拾了。那么画到最后的时候就是收拾的时候了，所以说这一个课程啊，给大家都是连贯性的。为什么咱们会给大家上这个课程？现在课程有2000多个学员都喜欢，那么画了之后，大家都觉得说，哎呀，老师的课好上手的很，看着好漂亮啊，觉着不敢下手。但是跟了咱们课程之后啊，是非常简单的。那么现在咱们再继续看过来啊，看一下啊，我把这个芦苇叶子调一下。那么这个灰灰的颜色啊，一定记着是怎么调出来的。你看，先调了一个灰绿色。灰绿色调完之后，咱们来一点墨色，你看，稍微给它调一下。那么一看，是不是有一个灰颜色出来了？到这一步的时候，就看过来，咱们就要用画盒杆的方法了。你看，我把这个刮一下，刮完之后，咱们的笔锋两边蘸墨汁。你看，我从这里点它，那么到这里看过来，咱们给它这个芦苇叶子，你看。走一下，那么这个也就是水草啊，咱们看过来也就是水草。那么现在你看，我是一笔啊，一笔不调颜色，你看不调颜色，你看给它先在前边画一个。那么现在这一笔颜色呢，继续从哪里走？你看我从这里，你看我给它压一个，对，那么继续，你看咱们今天的这个芦苇叶子啊，画一个那种比较小短的啊。不要很长的，你看继续从这里，现在大家就看到咱们的这个笔上的这个墨色，你看不一样了，是不是？所以说这就是咱们一笔墨调的时候啊，大家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你看，继续看过来，那么这一笔我就稍微长一点，你看长的短的它这个穿插的变化，那么到这里的时候，笔墨的就更淡了，是不是？你看这里，让它有一个变化啊。那么下来再继续看过来啊，这到最后的时候，大家一定注意，就是咱们调整的时候了。笔尖压一下，点它。那么你看这个就是长的、短的、浓的、淡的都出来了，是不是？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到最后的时候收拾的时候啊，怎么去做它。继续这里再给它从这里有一个穿插，正面画多一点。我再把整个画面要给它一个变化。笔尖上现在要来一点什么颜色了？看，来一点点深绿色。那么现在呢，大家看过来啊，我用这个深绿色怎么去走？一定看过来啊，深绿色调了之后，笔尖稍微来一点点这个墨色。我呢，你看。我要给它要阴染后边了，那么给它再继续有一个变化，这个就水要多啊，毛笔上你看水要多一点，那么阴阴的感觉就出来了，是不是？这一步咱们就收拾它了，你看，这也是给大家也讲的，咱们这个就是到大写意的时候啊，这个也就是所谓的开点，是不是？
你看，现在咱们再调，这个里边我加的什么颜色了？加的咱们的这个三绿色了啊。那么你看，重的、淡的，那么整个画面呢，再给它有一个变化啊。大家也看到咱们这个啊，那么现在笔尖再加一点水，你看，所以说这个就是说花好画，叶子难画，叶子画好了以后，核杆难画啊，树杆难画，或者是枝杆难画。枝杆画好了之后，那么最难画的是什么？其实就是最后的胎点。那么这里你看，我给它这个啊，就是说在大写意里边，咱们也可以说，哎，就是最后的收拾的时候，通过这些胎点的形式，让咱们这个画面呢有一个更漂亮的颜色。你看，我现在要给咱们这个收拾了啊，你看一步一步的，这个就是刚才加了一点点咱们的三绿色。那么让它这个韧韧的感觉再出来。那么现在通过啊这些胎点，大家就看到了咱们这个画是不是啊？整个画面就更加的完美了。所以说这就是到最后啊，最后的时候收拾的时候，你看我加了一点点咱们的这个三绿色。啊，现在再继续调它，你看，我再给它点。你看咱们这个纸啊，是咱们的一个散银的这个弹皮宣，也是一个隔年的陈皮弹皮宣，它这个因水因墨比较好哈。那么大家也看到了，咱们水滴到上边的时候啊，一下子就晕开了。对，你看，我再给它继续。那么有的地方我就要看。给它再加一点胎点，那么大写意画啊，这个加胎点的就比较多了啊。你看，那么通过这一点点这个胎点水珠，把咱们的这个画呢提一下，层次感就更加的明显了，是不是？那么到这一步的时候啊，看过来，我要把这个水刮一刮。刮完之后，笔尖来一点点灰灰的颜色，就是一点点淡墨啊，灰灰的颜色。那么现在咱们走哪里？看，我要给它啊，要有一个水面，这个啊，毛笔上水多余的水咱们刮一刮啊，刮一刮，然后再调一点点画青，加墨色。那么现在你看，我给它啊，再来一点水面的感觉。这样的话，这个画面就更完美了。所以说今天再看过来，那么你们在画这个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像你看，有的为什么我就不加啊？有的就加一点。那么为了画面完整，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咱们这个画面就画完了啊。现在呢，咱们看一下最后的落款落到哪里？落到咱们左边啊。那么左边这一块也是大留白，但是这一块留的就是咱们画面，就是留的有气孔的地方，就是不能留，不能落款。那么所以呢，咱们今天的落款落到上面。那么现在看过来，我呢用3号毛笔，咱们落款的时候啊，都用咱们的3号毛笔。那么再一个，这个露丝呢，一般代表的是什么啊？露丝在咱们的这个国画里边呢，代表的就是啊青丝，思考的思啊，也一般就说啊。什么荷塘青丝呀，或者是池塘这个思考这种一类的再一个有时候还代表的就是说一路顺风，这个都可以。所以说露丝在咱们的这个国画里边的寓意是非常好的。那么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就是也落一个款，我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款落到哪里？咱们款落的压到这里啊，可以看过来。那么毛笔上啊，水多，咱们稍微把它看沾一个，对，因为刚这个笔锋的水多的话啊，那么看一下，我呢，你看是一个荷，今天啊就写一个荷塘青丝吧，所以说这个啊，就是咱们在这个寓意的时候也是比较好，荷塘。
青丝。那么下来到写咱们名字的时候啊，就可以写的稍微小一点点。立生或者写一个立生座、立生画都可以啊。那么今天的章啊，落的时候啊，大家也注意一下，咱们落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章，对，那么就比较小的啊，因为今天咱们这个是斗方，所以呢章稍微大一点。那么现在上面的画落好了，咱们现在看一下，今天呢咱们要一个压脚章。那么为什么要一个压脚章？这里你看刚好留白了，留了一点，是不是？所以呢，咱们这个章在最后的画面上起的作用是什么？补充画面的。你看现在因为这边有一个留白的地方，那么下边脚还有一个，但是这个落脚章不能压到这里，那么压到哪里？刚好把这个空白的地方我来压一下。你看，现在咱们这个画面呢，整个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画面。那么今天啊，和大家也就分享到这里。那么下一节课咱们再见。